奋不顾身，走每段旅程。谁该被爱，谁该去恨，如何区分？眼前未必真，时间会作证。绕了一圈，不过想要内心的安稳。梦和醒哪个比真？哭和笑谁更残忍？我们说服自己，学会牺牲，对错却没有追问。以为该发生，却没有发生。等到想拥抱，怀抱已变冷。我们用力挣脱，渴望重生，最后把自己伤得最深。以为该结束，却继续放任。等到伤痕累累，才肯承认，发现离开是用转身，而忘记却要用尽一生。这是人生的必经过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爵士好工作的第2轮面试。今天你们的未来老板将会亲自进行面试。好，让我来介绍这次活动的发起人。大家不许动！别动了，谁动不上？老大，警察很快就来了，现在该怎么办呢？把这人质捉起来！快点起来，过去！好了呀！快点！蹲下！趴下，快点！蹲下！趴蹲下！下！两位大哥，钱我有的是，我可以给你们，别再伤人了。你在干什么？那么多话，就选你当我人肉避弹衣。哎呀，别，我年纪大了，受不了这么大的刺激。下！少装帅！他有心脏病的。下！我是医生，我把他蹲下，蹲下，医生拿钱，蹲下，找死啊！他真的有心脏病的，你放开他吧。我来当他的人质。不行，来不及了，救人比较要紧啊。喂，干什么？报警啊！不是，报警！我杀了他！死了！甜的？哎，怎么是甜的？演戏啊！哈，好厉害啊！这么快就让你拆穿了。张先生，这就是你准备的测试。没错啊，刚才他们所有人的表现，都在我眼里看得很清楚。哎，是不是很逼真啊？吓到你了吧？让我来介绍，这位就是爵士好工作的老板张庆东先生。没错，我就是张庆东。紧张刺激又好玩，以后还有这种机会，记得找我们演呢。谢老板，走，合作愉快啊！真的是太好赚了啊！一天下来这样一场戏就100块，我平时做part time嘛，一天下来80。那我们也算有参与演出，是不是有钱啊？说的也是哦，搞得很像真的一样。我刚才差一点被他吓死了。这种有钱的人哦，你们不懂他脑子里面想些什么东西，变态的、色的。信啊，你是不是认识他？不然的话，你怎么知道他有心脏病？哦，
他上一次在公园晕倒，我帮他做了人工呼吸。救护人员来的时候跟我说是心脏病。难怪你会在这里，原来是认识的。怎么来这里都不重要了，反正面试都要结束了嘛。哎呀，还要等多久啊？对不起各位，让你们久等了。刚才的测试的确是想看看你们在面临危机的时候所做出的第一反应。如果有吓到你们的话，请大家包涵。对不起啊。没关系啦，以后不要这样啦，吓死我了，喷得我满脸都是嘞。张先生将会宣布成为他子女的人选，名额有3位。我选的第一个是，刚才在这么危险的情况之下，你还敢去报警求助的勇敢小姑娘陈慧珊，你被选中了。谢谢。我选的第2位是，第一个发现我们在演戏、观察力极强的林子杰。对，我都跟你讲了嘛，audition那次我一定稳拿的，眼光独到。第3位是以为我心脏病发，为我向歹徒求情的江心雅。真的是我啊！当然是你呢，你被选中了。哎呦，恭喜恭喜啊！以后我们就是姐弟了啊，互相照顾一下啊。其他落选的参赛者，谢谢你们来面试，我们将会赠送500元的礼券给你们。借哪礼券？这个给他。哦，好，谢谢。Mr. Lee， 现在可以告诉我们的工作范围是什么吗？你们的工作范围需要当张先生的女儿和儿子，你们要跟他住在一起，帮他管理业务，做一个为人子女应该做的事情。不是很明白，细节我将会在签约的时候跟大家解释清楚。这份合约的试用期是3个月，你们可以回家准备行李，但是千万不能告诉任何人张先生的身份，包括家人。对不起啊，我只想低调一点。下个星期一早上10点，到我的律师楼来签约。哎，还有啊，你们下次签约的时候拿一些你们小时候的照片给我好吗？为什么？作为一个爸爸，想要自己子女的照片，不过分吧？好了，这个招聘计划算是完成了，不过我还需要你帮我跟进合同的问题。这是我分内的工作。张先生，有一件事我觉得很好奇，你想问为什么我没有选择何医生，对吗？他是你指定的人选。刚才他的表现也很英勇，我想不通你为什么没选他。你别忘了，馨雅是个女孩子，她竟然敢开口帮我求情，而且啊，我觉得馨雅有一种很亲切的感觉。我啊，还是比较喜欢女人。不过这次最让我震撼的不是谁，而是你，你竟然愿意代替我被挟持，当人入避弹衣。会死的，你不怕吗？我当时也没想太多，我也不知道我哪来的勇气。你不要以为我平时是疯疯癫癫，什么都没有看清楚，我看得很清楚。你呀，还蛮关心我的安危。谢谢你。我非常满意你的工作表现。我想正式邀请你担任我集团的法律顾问。酬劳方面，你尽管说，包你满意。谢谢你对我的信任，你让我考虑考虑，我再给你答复。好，我等你。But please don't let me down。招聘活动不是圆满完成了，为什么还要我调查江心雅？何家镇林子杰、陈慧珊是指定人选，大老板最后却选择了护士，放弃了医生。我当然要了解他的背景。你说，大老板是不是看上他了？哎，对了，妹，这是我从Australia带回来的，麻烦你帮我分给大家。你每次来都带东西给我们吃，太谢谢你了。下一次。大玲，刚下飞机，为什么不先回家呢？当然是来陪你吃饭啊。Benson，哎，送给你的。嚯，
你每次都不忘了我一份 ，Thank you。喂，我的礼物呢？我爸也回来了，他说今晚要跟我们一起吃饭。哇，这份礼物啊，真大。是吧？这一次的招聘活动你做得很好，要 uncle 怎么奖励你？不必了，uncle，我还要谢谢你的帮助，要不然我一个人是不可能让 TNC 的股价大起大落。小意思，最重要是事情进展顺利。我已经成功得到张庆东的信任，他还说要聘请我当他集团的法律顾问。不过，我还没答应他。你怕太轻易答应他，反而会让他起疑。你有你的计划，我一定会支持。不过他名下榜儿那块地，我是志在必得，别让我等太久。我知道。对不起啊，达玲，让你闷着了。哇，原来你们两个还记得我的存在啊！你这样说，不是等于怪 Daddy 占用俊峰的时间？不过女婿帮岳父做事是天经地义的事。爸，你比妈还要烦哎！不要一直逼我改变我的 marital status 可以吗？我现在很享受陈小姐的称呼，不想那么快变成陈女士或者李太太 ，OK？ Uncle 啊，我答应你，给我点时间。不管是我跟依晴的婚事或其他事，我都会给你满意的答复。我们是自己人了，我当然相信你。老林啊，其实你不愿意的话，你可以不必帮我爸的。我有说不愿意吗？哎，我跟你说多少次了，垃圾要捡起来。容你捡啊。其实你也不是第一次帮我爸了，但这次总觉得你的心情很复杂，压力很大，啊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啊。你想太多啦。我感觉有压力是因为最近要对付一个商场老将，他的性格古怪，不容易办妥。我知道你是觉得当年是我爸供你读书，栽培你当上律师，所以你觉得你有义务要帮他做事。但是我不想你为了报答他，或者为了我，做一些你不想做的事。你放心，没有人可以逼现在的吕俊峰做他不想做的事。你别说我啊，我也觉得啊，每次你爸妈提起结婚的事，你的压力啊就越来越大。是吗？那你会不会因我的压力大而娶我啊？哎呀，好累啊！最重要的是我们之间的感情，不是什么结婚证书。当我们想要结婚的时候，自然而然就会结婚啦，对吗？谢谢你们一直来的照顾啊 ，I'll miss you。我也是，All the best，谢谢，会想你的。我也是，拜拜。好了，快回去工作吧。拜拜，拜拜。哎，欣雅，这是我一点小心意。谢谢你，Dr. Ho。可以打开吗？可以，可以。谢谢你啊，Dr. Ho。应该很贵吧？不会啦，小意思。收据你还留着吗？收据？万一有什么问题，就可以拿去垫换，也不用麻烦你嘛。有道理。啊，谢谢你啊。欣雅，啊，其实我对你的心意，你应该明白啊。你也是对我有感觉的，对吗？这里是医院呢。我知道这里是医院。我怕我现在不说，以后就没有机会说了。那你现在已经离开医院了，
我们可以更自由自在的爬拖，也不用管同事们的闲言闲语。也对啊，但是，我对你没有那种感觉，所以以后我们不会在医院见面啊，在外面也就不用再见面了。你不喜欢我啊？那你还接受我的礼物，一直约我出去，还叫我陪你去应征。院长。280。啊，老板，这个是新的哎，完全没有用过的。还有，你看收据，388，怎么可以开那么低的价钱啊？好了，300，不能再多了。那350可以吗？不行。388是吗？我原价跟你买。OK， 成交。谢谢你啊，李律师。不客气。你好像脸上总是带着笑容。这样不好吗？你的家庭一定很幸福，你爸妈常教你一定要多微笑，要有礼貌。其实我对我爸完全没有印象，我妈呢，就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已经离开我们了，所以喜欢笑应该是自己教自己的吧。你爸很早就离开你了。我爸很少理我们的，我6岁之后他就突然间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我妈过世了之后，是我舅舅把我带大的。当律师的真的很喜欢问东西哦，你一见到我就一直问个不停的。其实你也可以问我问题啊。OK， 哎，你之前不是说何医生是内定人选吗？他最后为什么没有被选中？还有张先生到底是做什么工的？还有，当他女儿到底是怎样的一份工作啊？等你上班，当了张先生的女儿之后，你就会知道了。你只是问何医生为什么会落选，你不觉得奇怪，自己为什么会被选中吗？我知道为什么啊。你知道1个月前，张先生心脏病发，是我帮他做急救救了他的。难怪在第2轮测试的时候，你会有那样的反应。可能就是因为这样，我才会被选中的吧。糟糕了，我有事情，我忘了，我先走了啊，拜拜。拜拜。Sorry 啊，还没喝完就不要浪费嘛。拜拜 ，Thank you 啊。江欣雅，28岁，未婚，目前也没有男朋友。她在理工学院修读护士课程，毕业之后在私人医院里当护士。她的父母呢？她的母亲在她8岁的时候病逝，监护人是她的舅舅江国安。不详，好像是在她很小的时候抛弃她。这么巧，也是被父亲抛弃。这个张欣雅很低调，没有社交户头，在网上也找不到她任何照片或资料。20多年前的事，更难查到。如果那一天可以拿到她的 DNA， 就可以知道答案了。你要她的 DNA 干什么？难道你要寻找失散的妹妹？你继续查就是了。爸，哎，天气这么热，蚊子又多，你不用特地大老远从市区跑到菜园看我，打个电话跟我聊聊天，爸爸就很开心啦。不来这里看你，怎么会有新鲜的菜吃呢？好，现在炒给你吃。
你喜欢吃的泡泡菜。那还记得泡泡菜典故吗？是说啊，有个老公看见一大把菜少剩一点点，以为老婆偷吃了，把老婆打了一顿。当然记得，只有以前的人才会这么做。是啊，我女儿这么有本事啊，听怎么敢打你？我们分手了，怎么会这样？性格不合。既然性格不合，就早点分手，正好我结了婚以后才知道离婚收场。爸，哎，我跟你妈离婚已经很久了，没事的。其实啊，我心里很感谢她，送了一个这么好的女儿给我。爸，我分手的事还没跟妈说。你放心，自从我们离婚之后啊，也很少联络，就算见了面也说不上几句话。还有啊，我已经辞掉投资经理的工作，但是已经找到新的工作了。我要去美国3个月。去这么远啊？哦，那你要小心点，好好照顾身体哦。这段期间不能来看你，你也要好好照顾自己哦。我会的。爸，哎，你也多吃点。妈，妈，你眼里还有我这个妈？我去听了家找你，才知道你们已经分手了。你连工作都辞退了，我竟然什么都不知道。对不起。你最好把事情从头到尾清清楚楚给我说一遍。这一巴掌是教训你，不要以为我女儿是好欺负的。妈，您走吧。你们果然是两母女，一样霸道。这里不欢迎你们，走。我把话说完，我自然会走。我是来警告你这个欺骗女人、利用卑鄙手段爬上位子的贱男人。不要以为今天这件事情就算了，你欠我女儿的，我要你10倍奉还。哎，够了，你还来？妈，我们走。臭小子，竟然欺负我王碧芝的女儿，赏她2巴掌，太便宜她了。还有你啊，女儿，妈从小到大都教你不要那么容易相信男人，你就是不听我的话，偏偏喜欢那个臭男人，搞到吃大亏，钱没了，工作没了，还要被他赶出来。我是一时糊涂才会上他的当，他欠我的我会讨回来的。对，一定要他10倍奉还。妈跟你说，第1次上当是天真，第2次上当是笨。记住妈跟你说的话。你现在住哪里啊？为什么不回家？我暂时住酒店，我找到新的工作了。真的？什么工作啊？我现在在帮一个外国富商处理他的投资基金，星期1要出国，要待上3个月。那很好，那好好工作。还有自己在国外要小心一点，不要再给男人骗啊！你哦，不好好的待在家里，偏偏要去拍戏，一去就是3个月，又不准我去你工作的地方看你。哎呀，妈咪，我这是去拍大制作哎。导演说演员要用心演戏，而且要保密，最重要的是家人都不可以来探班呢。宝贝，3个月真的很久哎！你除了当兵3个星期不在我身边，我们2个从来没有分开过这么久哎。妈咪，不要这样嘞，我也是很舍不得你的嘛。不过这次机会难得啊，薪水又这么高，等我赚够钱回来之后，我一定带你出国旅游，带你去买你要的包包。我不要啦！你看你离开我这么久，我看不到你，不晓得你过得怎么样。哎，我看算了算了，你还是不要赚这笔钱啊。不可以的啦，妈咪，这次机会这么难得，我一定要把握的。听我说 ，OK？ 你不是每次讲直接成熟一点，做个男人，我就靠我自己吗？妈咪，3个月咻一下就过去了，我每天都会 SMS 你，每天都会打电话给你 ，OK？ 行啦，行啦。好啦 ，OK 了，OK 啦，全力支持你啦 ，fighting，OK？
就知道你一定会支持我的啦，妈咪最乖了。你都收拾好了吗？差不多啊。什么？小时候的照片。哎，你找小时候的照片做么？新老板要的，就这3张吧。看吧，你小时候多可爱。哎呀，天王巨星啊，才会有这么漂亮的妈咪啊！你自己看看你自己呀，哇，这么漂亮，跟现在没有什么两样呢。少无聊啦！你都这么大了，我还怎么可能会漂亮？不过，为什么老板需要你小时候的照片啊？哦，是这样的，我的兼职呢，说我这个角色呢有很多小时候的戏，所以要用我的照片去找一些适合的小演员，要跟我很像的。原来如此。你跟他们讲，用完之后要还给我 ，OK？ 一定还给你的啦！哎呦，谁要我的照片？宝贝，等我一下啦！好，我帮你。哎呀，不用啦，妈。宝贝啊，你看，这一袋呢是饼干啊，背面呢还有零食，你拿去。妈咪啊，我东西已经够多了啦，不用了 ，OK？ 我那里什么都有得吃的 ，OK？ 不行的，这叫以防万一啊。不用了，我都讲很多东西，我不用嘛。哪里会多？拿去啊！哇，你看这个，妈咪，我同事哎，女孩子呢，东西也比我少，我像女孩子咩？哎呀，差不了多少吗？你的只是带一点点而已哦。哇，你看这个更小哎。这女孩子怎么带这么少的嘞 ？Hello。妈咪啊，我真的要进去了，不然迟到了 ，OK？ 我会想你 OK？ 宝贝啊，你好好照顾自己哦。妈咪，你要照顾自己哦。放心，我会赚多一点钱。拜。小心一点啊。老板，你刚才说什么？没什么。月薪3万新元，试用期3个月，工作范围已经详细列明在合约上了。星期1至5要到爸的公司上班，周末要陪爸共聚天伦。未经批准不能擅自离开工作岗位和家庭岗位，那不是说完全没得休息。你们的工作是要当张先生的孩子，你会告诉你的亲生爸妈说，今天是我的假期，我想要休息，不想当你的孩子，可以吗？真的不能离开啊，连一点私人时间都没有。可以，只要张先生批准。如果谁违反合约，会被扣减工资。1个月3万，3个月就9万，值得了，坐牢都值得。在这3个月里，你们不能向家人或任何人透露工作地方、住的地点，尤其是张先生的身份。不要乱拍照放上网，也不要在社交网站上透露关于工作的讯息。你讲这个 point 的时候，干嘛一直看着我啊？需要这么神秘吗？这是合约上的条款，如果你不遵守的话，你可以不签的。我是无所谓的，因为我也不喜欢上网嘛。试用期间，任何一方违反合约条款，可以要求终止合约。如果没有合理的原因想要终止关系的话，必须要赔偿对方3个月的工资。试用期后，张先生会按你们的表现决定是否要续约。提早离开要赔钱，对吗？那如果我们表现得特别好，有没有什么额外的花红？有，如果谁的表现最优异的话，我会有奖励金的，10万块新币。哇，10万块新币啊！发张个人专辑绰绰有余啊！那么肯定就是你呢？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，可以开始签名。好。还拿不定主意啊？我想知道张先生的业务是什么。你放心，我是个正当商人。合约已经注明，他不能要求你们做一些非法的事。对，绝对不会。
好了，你们现在是张先生的子女，而你们之间的关系也变成姐弟。陈慧珊年纪最大是大姐，江欣雅是二姐，林子杰是弟弟。那我们以后就一家人了。这里有一些见面礼要给你们的。来，子杰，这给你了，谢谢。欣雅，这给你。哇，谢谢爸。谢谢爸。丽珊，这给你的。谢谢，爸。现在我就带你们去参观你们工作的地方。阿才，帮忙。啊！爹地，你说要带我去你做生意的地方，是哪里啊？我这门生意啊，人人见到都会觉得是赏心悦目，我保证你们一定会喜欢的。赏心悦目啊，做什么的？名牌包包、汽车，还搞娱乐的，是不是？拍电影啊？哎，花钱拍部电影给我啦！哎，我想做男主角很久了，我跟你讲。找你做男主角真是一个错误的决定。Hello， 我长这么帅，拍不好也是导演的问题。你是从事投资生意的吗 ？Sister， 我们已经过了 CBD area 了啊！如果从事投资生意的话，我们早就下车了。哎呀，总之我们到了就知道了。对啊。欢迎大家光临。我这个花圃啊，经营超过30年，比你们谁的年龄都大。接下来3个月，我们要在这里工作。全猜对了。这里的空气好清新哦。别小看这花圃。对咯，这里还有胡姬花圃、餐厅、维拉，在全国各地还有零售花店，厉害。这里就是专门种植胡姬花的花圃，好多不同的品种啊。我知道这一片呢，就是我们新加坡的国花，卓锦万代兰，颜色是很接近，不过这不是我们的国花，这是混合品种的万代兰。没想到你对胡姬花也蛮有认识。年轻人，这边走。这里是我们的紫园餐厅，1个星期只对外营业5天。如果有什么特别活动的话，所有饮食都是我们餐厅包办。天气那么热，我们坐下来休息一下，喝杯饮料吧。对啊，忘了告诉你们，只要是紫园员工，这里餐厅吃的喝的全都免费。哇，太棒了！等这个等100年了，waiter。我上洗手间。我可以进去吗？我进去了。你听我解释，误会了，你不是，我不是色狼。误会？什么误会呀？怎么了？色狼？我不是色狼。还说不是？色狼？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他在厕所
有偷看我？我没有偷看你，我是进去做工的，你误会了。什么不是啊？哎，发生什么事了？爸。 他们3个就是我招聘回来的孩子。什么？啊，忘了。我说他们3个是我招聘回来的孩子。我听得到。李律师要问你啊，老板有自己的儿子了，对吗？那为什么还要我们做他的子女呢？对啊，我还以为他没有孩子才会请我们陪他的。老板想要多几个孩子，有什么好奇怪的？你们只要做好为人子女的本分就行了。你请他们回来做什么？你和永强不是说过吗？这紫源要扩展业务，正好请了3个弟妹来帮你嘛。哎，还有啊，以后咱们家热闹得多了。他们也要跟我们一起住啊？当然啦，咱们一家人呐，他们是我的女儿儿子，肯定要和我一起住的嘛。哎，再说是你说的吗？你说咱们家房子太大，只有我们2父子住，太浪费，是你说的吗？你忘了吗？你怎么讲到请他们回来好像都是为了我一样？这本来就是嘛。爸，你要做什么我不会反对的，但是以后我怎么面对他们啊？他们是你用钱请回来的陌生人，我怎么可能把他们当弟妹？你也不可能把他们当儿女吧？哎呀，这感情是可以培养出来的吗？他们是为了钱才来当你的儿女，你对他们有多了解？要是付出了感情被他们骗了，你一定会很伤心的。也对，我们是被请来的，是暂时的，应该没有办法取代他真正子女的位置吧？说得对，还好得罪大少爷的不是我，有些人惨了喽。老板的儿子又怎么样？色狼就是色狼，我照样报警抓他。不过他看起来不像是色狼啊。人不可貌相。所以啊，我们一定要给他们机会，还有时间。就算是我们没有血缘关系，还是可以成为一家人的。哎呀，立行，合约已经签了，就3个月，他们会在紫园工作，也会在咱们家住，我们一起住。你就把他们当成是自己的弟妹来照顾。如果他们有谁做的不好了，你可以提前给他们解约 ，OK？ 来，各位兄弟姐妹，我给你们介绍，这是你们的大哥张立行，今年33岁。立行啊，这是你最小的弟弟子杰。你好，你好。这是李律师。你好，这是老三新雅。你好。还有老二惠山。你好。来，坐。对不起啊，我真的不是色狼。刚刚我在厕所外面放了告示牌的，所以以为里面没人。后来爬上梯子是为了修灯泡，不是要偷窥你的。我明明在厕所门外跟你说我进去了。是吗？我没有听到。太好了，嘿嘿，想不到你们兄弟姐妹一碰面就有火花了，这可是我期待的。忘了告诉大家，其实立行呢，他的右耳朵的听觉的确有点问题，不太好，所以我相信当时他真的没有听见。惠山，你误会他了。再说他的为人，我绝对相信，他绝对不会做出这种事情的。对啊，我也觉得是一场误会。你刚才说你在厕所的时候听到有人拿着东西走进去，对吗？对。如果立行真的想要偷窥你，他一定是静悄悄的，绝对不会让你听到。不过你是大少爷嘞，进女厕所换灯泡这种事情你都要做啊？自己能解决的问题，干嘛要麻烦别人？这可是真的。立行在紫园工作10几年，大大小小的事情啊，都是他自己去做的，亲力亲为。还有啊，你们的工作都是你们大哥给你们分配的。我还没有决定你们的工作，不过希望大家能够从低做起。低？你对低的定义是什么？跟你要换灯泡啊，还是倒垃圾、洗厕所？如果是在自己的工作范围之内，当然要做。什么？请你在分配工作之前，先考虑我们的才能。大材小用会降低经济效益，是公司的损失。哎，惠山说的很有道理。好了，下来你们工作的事啊，你们的大哥会看着办的，放心。
不要叫我大哥，我觉得叫名字比较舒服。大家以后叫我例行吧。好了，是时候回家了。李律师，一起走。大家别客气，叫我名字就行了。好啊，旋风。这里就是你们的家了，欢迎光临，来。听说这个子女招聘计划是你帮我爸执行的？是啊，谢谢你啊。你爸请陌生人当他的子女，当你的弟妹，你不担心不生气吗？本来有一点，可是你看他高兴成这个样子，我也就不气了。只要他开心，我什么都无所谓。今天这么难得，一起吃顿饭吧。好啊。来，各位，给大家介绍，这是压弟，这是阿才。以后生活上有什么需要，尽管找他们。年轻人，里面请。喜欢这里吗？当然喜欢啊！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大的房子哎，单单这客厅的面积就比我整个家都要大。少见多怪。是啦，你有钱了好不好？没钱吗？来了，我们拍张照。我来，靠近一点，靠近一点啊！哎，笑一下啦，干嘛呢？来，1、2、3。啊！记得啊，不要放上。我知道，不要铺上网嘛。你说那些条规我全部知道，放心啦，没事的。好了，接下来的节目就是选房间，来。这间是我的房间，例行的房间在楼下。这里有3间空房，1间在楼下，2间在这儿，你们自由选择。房间的基本家具都有了，如果你们还有什么需要的话，告诉我。哎，这是谁啦？为什么锁住了？这间不可以进。为什么这间不可以进？这间很特别，大家谁都不可以进去。神神秘秘的，是不是很多金条啊？喂，你闭嘴，智商会显得高一点。Excuse me。我要这间，笨的人住这间的。我拿那间。那欣雅，不好意思，你只能选择楼下那间。没关系。那你们先回房休息，有什么事情可以找例行。我们晚上一起吃晚饭。好，你们好好休息啊，我去叫佣人准备晚餐。谢谢。你随便参观一下。最后还是选择停顿，你没问，我也没吭声。离开的时候，我关了灯，不让你察觉眼角的余温。你的世界有几扇门？时间久了，是否也染成？最后是路过，还是被困？谁又会是那个住下的人？
在我的世界留下了指纹。